你想要在网络上快速的获利赚到100万元吗？我知道很多人都有这个梦想，想要在网络上做创业，可是呢，他们就东想想啊，西想想啊，可是他们到最后都没有去执行。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们没有做规划。那规划很重要，要怎么样来做规划？在这边我就来分享我是如何规划我在网络上获利100万元的一个蓝图。这个蓝图呢，是利用 Notion 这个软体来做一个规划的。让我们看下去吧。嗨，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梦想家 Gabriel。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这个频道，这个频道是有关于网络创业以及自我成长的一个频道。只要你想要更加精进自己以及自我成长的话，欢迎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并打开小铃铛，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哦。快速在网络获利100万的规划蓝图，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下载 Notion。Notion 这个软体在美国是超级知名的笔记型软体，然后它也做很多的专案管理，我在很多的专案管理都用到它，它非常的强大，而且它有很多 database 的功能可以互相做连接，还有不同的浏览的一个形式可以去观看，非常的赞。那记得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申请，记得哦，你可以用你的学校账号来申请。为什么要用学校账号申请？因为用学校账号申请呢，你可以有一个 Personal Pro 的一个方案。这 Personal Pro 的方案超酷的，它可以无限制的这个上传的数量，然后无限的人的 gas， 还有30天的一个备份，超赞的。所以我会建议你用你的学校账号，你是在校生也好，你是毕业生用那个校友的账号都可以。请记得第一个步骤就是下载 Notion。然后接下来我们才能够继续教大家如何用 Notion 来去设计你的规划蓝图。快速在网络获利100万的第二个步骤呢，就是你必须要设定你的目标。你说目标很简单啊 Gabriel 就是设定赚钱100万啊。哦，你讲的很简单，那怎么赚？你思考一下，到底怎么赚？你有可能在别人在网络上看到你的东西，你就买了吗？不可能嘛。好比说有人打电话给你说他卖一个东西卖100万，结果你就买了，这怎么可能？没错啊，网络创业也是不可能。但是呢，网络创业到底要怎么赚钱呢？你先不要去想说到底要卖什么产品，或是你要做什么广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有流量。如果网络上没有流量，那你的经营这些东西都没有用。就好像我们在买房子一样，我们会希望买在就是人群很多的地方，像那种包租公他会买那种金店面。金店面为什么？因为人来人往嘛，流量很多啊，就有可能会有消费的行为，所以那个金店面就特别的值钱。现在因为网络已经蓬勃发展，加上 COVID-19 的关系，慢慢包租公开始不见得房子可以租得出去，因为大家就是怎么样不出门了嘛，所以表示交通节点也不见得能够就是卖出很多商品，自然就不会有人租了。聪明的你一定发现流量非常的重要，不管你卖的产品他们的转换率也好，或是它的毛利率也好，你去想那些没有意义。最重要的就是你没有流量，你没有人来到你的网站或是你的社交媒体平台，你根本就不可能赚钱。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目标设定在流量。如果你要设定100万，我假设你平均一个人他可以在你的网站消费10块钱，有可能有人消费了1000块，有人消费0块，我把它全部平均起来，就是一个人消费10块钱。你想不难吧？喝一杯饮料都不止10块钱，喝一杯饮料现在动不动就50块60块了，那一个10块钱的应该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我们把这个100万设定在我们订阅人数必须10万，比如说 YouTube 啊或者是 IG 啊追踪人数啊，就是设定10万。那我们就来把目标来设定在我们的 Notion 里面吧。OK， 现在来到我们的 Notion 的模板，我们可以看到 Notion 的模板里面，我们有一个 template， 就是我设定的模板。那这边就是可以设定你要经营的社交媒体或者是网站。我网站先设定1万，平均一天有1万人的浏览。然后呢，这些社交媒体就是有10万的订阅人数。然后我把这个目标人数就把它设定在这边，好 ，key 自己 key 数字。如果你有办法，就是一个人可以赚20块，那你可以设定你的目标人数不用这么高。
但是我们就是设定一个我们的长远的一个目标方向，然后每一个月或是每一季，我们来去检视一下你目前执行的状况是怎么样。所以每个月每个季可能就会去 key 数字。假设我今天过了1个月，我就来去检视我的比如说我的网站每一天的平均浏览量，假设有5000，好，5000呢我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心意就是达到50% 的意思。所以如果当你完成这个1万人数的时候，平均1万的浏览人数，你就是每一个都心意就满了。所以我设计这个模板就是让自己会有成就感，每一个月每一季来去检视自己到底没有完成我的目标。当我完成了，就代表哇，没错，我真的就可以有机会赚到100万。越快完成，当然我就是越容易能够赚到这样的钱。OK， 所以订阅数也是一样，就是可以直接在这边 key 数字。key 完数字就可以去统计说你现在的完成率大概多少，然后会有一个星星的一个显示，那你一步一步来前进，当你完成的时候，那就是目标达到了。第3个步骤呢，就是要设定你的专案，每一个目标都会有专案，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目标网站，你要设定你的网站的目标能够一天有1万人的浏览人次。那你如果还没有网站，那你当然一个专案就是你必须要就是把你的网站架起来，你要去学怎么样把你的网站架起来，你还要持续的产出的内容。比如说如果你是经营着部落格，那你必须固定一段时间产出你的内容，所以这些都是你的专案的一个管理。OK， 所以 YouTube 也是一样， YouTube 你也要去建设你的 YouTube 的频道的封面啊 logo 的设计啊，然后包含你 YouTube 的内容的解说，这些等等等等等都是每个专案。所以我们把这个目标呢，把它设定不同的专案。像我们前面讲到网站，你必须架设网站，然后架设网站你还必须 blog 的网站经营规划。那 YouTube 频道也是一样，这网站跟 YouTube 频道是我最推荐的，就是在网络上创业，因为这是最主流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如果你要多方经营，我会建议你一次就是每一个工都把它做好。比如说什么，你网站啊，你就连同 YouTube 啊、Facebook 啊、IG 啊等等的内容都一起把它创建，然后同时在不同的社群媒体去曝光，这样是最好的。所以这个专案的好处也就是帮你把每一个案子都把它全部的在时间内把它完成。那这个专案的这个模板呢，好处是你可以去选择你专案的执行期间，比如说你架设网站，你预定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要完成这个专案，那你就去执行。那接下来还会有一个就是任务，然后把这个任务呢都分配在这个专案里面。专案等于算是我们要完成一个很大的目标的一个中阶的一个管理，所以把这个目标管理设定好，我们才有办法一步一步达到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利100万。OK， 那我们可以看到模板这边呢，我们有设定了很多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为了要去追踪，就是这个专案有没有完成的不同的任务，哪几个任务是属于这个专案里面的任务。那等到它完成之后，它自动这边就会被打勾，对，把它打勾。那我这边简单来示范一下，怎么样让这个地方来打勾，不是这样直接打勾哦，不是哦，是你的底下的任务完成了。我比如说这边这个我把它执行中点已完成，OK， 已完成。你来看我这边已完成之后呢，这个专案它的进度就会跑一点，因为它的所有的任务就会有一个进度的比例。那如果你所有的任务都完成了，你的这个专案也就完成了。OK， 第4个步骤呢，就是要建立你的任务。每一个任务呢，都是为了要让你的每一个专案能够落实的执行。这个任务可能通常都是1天内就可以完成的任务，你让它一直完成，你的专案前面我们讲到那专案的进度就会一直往前跑，你就会很有成就感。所以任务呢，就是有2种形态。一种形态呢是阶段性的任务，比如说像网站好了，我必须要去架设我的网站，我需要买主机，我需要买我的网域，我需要做相关前置的作业，这些是阶段性的任务。
那另外第二种任务就是它是 routine 的任务，就是持续不断，就是像你要做文案，因为我们做网络创业其实就是要不断的有浏览曝光，就像你在播电视一样，你就是要一直不断录节目，所以我们做自媒体或者做网络创业也是一样，你必须要一直有文案出来，所以这是阶段性任务。阶段性任务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模板来去建构一个固定的模式。OK， 所以我今天先看第一种，就是阶段性任务啊。像阶段性任务，就比如说网站的话，我有这些创建 domain 啊，或是我的主视觉、网站的 logo 的设计，这都是一次性完成了就结束了。OK， 然后呢，这个任务在 Notion 里面很特别的一点，它可以检视不同的面板。像我这边是这个传统的这个面板，今天我可以把它改成这个 board。board 的意思就是它会分成这个是各种阶段，像有些是规划中的，我就把它放在规划中；执行中就是我现在当天或者是当个礼拜正在执行中的，这些我就把它放在这个执行中的栏位，然后已完成就是放在最右边。当我把这个原本的设定的部分呢，把它状态移到已完成，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这边会自动打勾，第二个呢是当我切换到这个 board 面板来展示的话，它会直接跳到已完成的地方。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拖移的方式，规划中、已完成、规划中都可以直接移动，然后它自己会设定你规划完成执行中的一个数量。OK， 那我们回到这个预设的这个面板哦，那还有接下来呢，就是它的这个关联的一个专案。你任务不能是它完全没有专案。前面我们讲到，你最重要的是目标，那目标会有不同的专案，然后专案里面你去设定你不同的任务。OK， 所以任务完成了，你就会每一个任务会对应一个专案，所以你要去连结你是哪一个专案去连结，这边就可以去设定你不同的专案。OK， 接下来是重要性。重要性是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很多专案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那件事情是最重要的。有些事情其实可以放掉不要做的，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时间花在刀口上，我们才可以快速的赚到获利100万嘛。所以我们要先把就是重要的任务先完成，所以我这边设定1、2、3、4、5，最重要的我把它设定5，不重要的就把它1。像有一些就是不见得要弄的我就不做，那最重要的我一定要完成，所以1个月去检视。不重要的没完成没关系，有余力我再去做，没有时间的话，就是先把5的来完成。最后有一个最后的编辑时间跟分类是这样，就是刚刚我们提到，我们有一些的是 routine 的工作，就是我必须一直持续产出文案，那这个文案呢就必须去看它是哪一种文案类型。像我自己的这个网络创业，我希望是讲投资理财啊、说书啊、网络行销、软体教学、自我成长或儿女教育，那你会有自己想要的这个不同的分类。那不同的分类你可能可以去建构一个叫做所谓的模板，这边就是建立我这个模板，我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模板。OK， 点这个模板的时候，它会有我要知道的重点事项。像一个文案，我最重要的是标题，标题应该要含有关键字，要好阅读嘛。然后我要有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我放在里面，然后前言要讲些什么，必须要注重的重点，我都把它这边列出来。然后你的子标题以及内容，再慢慢的去把这个草案给撰拟出来。结论是什么，我就一定要在文案最后做一个总结。好，任务完成，我再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Notion 模板我建构的这个规划的一个方法。我在前面这个目标的底下呢，我设计了一个规划中的任务。那规划中任务我另外放一个面板，就是刚刚前面讲到的检视的不同的状况，一个是我的这个任务，一个是我的日历。那这个日历呢的好处就是我可以把我这些要的执行的任务拖移过来，我就可以执行完任务了。OK， 我可以任意去拖移我要这个任务完成的一个时间。那你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任务就会放在不同的时间点。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你在创作的同时呢，最好是还有一些是不同时段是你要分配在你的娱乐或者是你的休闲，不要让自己超坏了。赚了很快赚100万，可是你没有健康，那也没有用。
OK， 所以这是我们规划这个任务以及行事历。然后呢，底下呢就有我这个当天要执行的任务，所以我今天最重要就是当天执行的任务。那我任务我的状态如果完成的，我就会把它变成已完成，当天就会出现已完成，任务已经完成了。那当天完成了，我就可以休息了，今天就没事了，就可以做一些我想要做的娱乐或休闲。然后接下来，如果我还很有精神，我可以再做一些当做任务，或是做一些前面提到不重要的一些任务，去把它执行。然后有比较急的，可能我就先处理这样子。OK， 以上就是这个今天快速获利100万的赚钱蓝图了。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个规划蓝图的模板的话呢，欢迎在底下留言你的梦想，或者是你想要在网络上创业的一个规划蓝图告诉我。那我会把这些Notion 的一个模板分享给这些有梦想的这个梦想家。好，以上就是这个影片所有的内容咯。我是梦想家 Gabriel，Dreamer Start。